近日，西方国家纷纷为乌克兰开绿灯，允许乌军使用其提供的武器攻击俄境内目标。俄总统普京发出警告，西方国家在玩火会引发严重后果。那么，乌军手上哪些武器被授权？对俄威胁又有多大？俄乌冲突会否再升级，加剧俄与北约爆发直接冲突的风险？本期节目，评论员邵永林、白梦辰共同在线深入解读。马上掌握最新消息。 据报道，乌克兰很快将接收第一批西方提供的 F-16战机，而丹麦提供 F-16战机。俄罗斯方面多次警告称，这些 F-16将成为合法的打击目标。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6月1号凌晨，乌军位于乌克兰西部利沃夫州斯特雷市的一个军用机场和其他设施遭到打击。乌军正计划在那里接收北约国家提供的 F-16战机。 可见，俄军已经开始对可能部署 F-16的乌军机场进行攻击。俄军对乌计划接收 F-16的斯特雷市军用机场发动袭击，是在警告北约放弃让 F-16帮助乌克兰翻盘的幻想。俄军有能力对付 F-16，也就是对机场进行压制。 近日，美国总统拜登已授权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对俄罗斯境内进行有限打击。分析指出，拜登政府再越红线，标志着重大政策转变。邵女士对此如何分析？我觉得放弃使用限制呢，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担心呢乌克兰可能会扛不住了。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俄军在哈尔科夫方向的攻势非常猛烈。 虽然外界认为呢，可能他的目标并不是占领哈尔科夫市，但是这样的一个攻势哈，我觉得，如果说乌克兰不能够有效的抵御住的话，也有可能弄假成真，就是真的造成乌克兰丢失哈尔科夫州，包括呢哈尔科夫市，因为现在俄军他的后勤补给呀，包括指挥所呀，他的兵力集结，一些重要的武器阵地都是在别尔哥罗德州，所以你只打 第一线的部队不打后边的这个支撑性的力量，那你显然你这个防御呢，它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从西方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说，要想抵御住俄军的强大攻势，就必须要能够去打边界另外一侧的俄罗斯的一些重要的军事目标。那这个事情呢，乌克兰呼吁了很久，西方呢也纠结了很久，现在呢终于下定了这样一个决心。 对于西方国家授权乌克兰开火的举动，俄总统普京日前发出警告，西方国家在玩火会引发严重后果。那邵女士，您认为俄罗斯会怎样反制呢？那么会否加剧俄罗斯与北约爆发直接冲突的风险？ 现在呢，俄罗斯方面呢，主要是发出了一些警告。当然呢，他也提出来一个所谓的反制的方式，就是有可能去攻击相关国家的领土。因为普京呢，他说了，说欧洲国家呢，国土面积非常的狭小，而且呢，人口稠密。那么他们在允许乌克兰打击俄罗斯领土的时候呢，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实际上，他的言外之意呢，就是俄罗斯可能会对相关国家进行打击。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其实俄罗斯他也不太容易下这个决心，就是对他来说，我觉得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吧。假如说对于西方的这个举动不做任何的反制和回应，那西方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采取其他的一些动作，相当于说开了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头，一个示范。 那如果说他要做出反应的话，去打有关国家的领土，那就有可能触动北约第5条，就是这个集体防御机制，那有可能造成就是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直接冲突。其实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呢，他还是想避免这个结果，毕竟现在乌克兰的战事啊，牵扯到了他太多的精力。那前段时间呢，俄罗斯去搞一个非战略核力量的演习，其实也是基于这种考量，就是说。 他希望呢，用核武器、用核威慑、用核战争的前景，让西方这些领导人能够清醒，就是不要呢对俄罗斯步步紧逼。俄罗斯沃罗涅日 DM 雷达遭袭受损，备受关注。此前在部署该型雷达的时候，外界曾形容俄战略盾牌日趋坚固。那么沃罗涅日 DM 雷达究竟有怎样的性能？平时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战略预警系统主要针对的目标是对方战略级别的弹道导弹、轰炸机和巡航导弹。那么目前俄罗斯的战略预警体系主要由2个梯队组成，第一个是太空梯队，卫星负责摸清弹道导弹的发射迹象。那么第2个呢是地面梯队，由地面雷达站组成，卫星主要负责导弹上升段的探测并发出预警信号，地面雷达站则进一步来确认导弹的飞行方向和可能攻击的坐标。而这次被袭击的沃罗涅日 DM 雷达是俄主力战略预警雷达之一，也是俄战略预警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俄罗斯目前部署并投入使用的沃罗涅日雷达基地总共有9处，包括 M、DM、VP 型号。那么其中 DM 型工作于分米波段，对目标的定位精度高于工作在米波段的 M 型和 VP 型。那其中呢，沃罗涅日 DM 雷达共有4处，分别部署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阿尔马维尔、加里宁格勒州皮奥涅尔斯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叶尼塞斯克、阿尔泰边疆区巴尔瑙尔。沃罗涅日 DM 雷达采用的是固态有源相控阵雷达技术，巨大的雷达天线阵面是嵌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大楼表面。该雷达最大探测距离约6000千米，探测高度8000千米，最大跟踪目标数500个，能够探测跟踪太空中足球大小的目标，并且精准地测量导弹轨迹，预估潜在的打击坐标。其收集的这些关键数据会被整合并迅速传递至俄军反导防御系统的指挥中枢，并指挥反导系统对来袭目标进行拦截。沃罗涅日 DM 雷达的存在可为俄反导拦截力量提供20到30分钟的预警时间。除了探测距离远之外，沃罗涅日 DM 雷达的雷达波能够穿透雨雪雾，对抗天气干扰，即使在恶劣环境之下也能够持续的工作，为反导系统提供稳定的引导。沃罗涅日 DM 雷达还具有超高的自动化水平，仅需要15个人就可以操作。此外，在制造工艺上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所安装的设备大为减少，能耗也大幅降低，能够更好地进行全天候的战斗值班。按理来说，作用如此重要的雷达基地，俄军应该会部署很多的防空力量进行保护，而这一次却遭到乌军无人机攻击。从外表照片来看呢，损毁还较为严重，实在让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至于俄罗斯的战略预警体系是否已经出现盲区，外界不得而知。有分析指，由于俄乌冲突的持续消耗，俄罗斯防空资源非常紧张，不排除其防空体系已经出现较大漏洞，导致俄罗斯境内如此重要的军事设施被乌军无人机钻了空子。当然，也可能是俄军麻痹大意所致。无人机也好，巡航导弹的攻击也好，它有的时候还可以低空、超低空飞行啊。在这种低空飞行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在雷达的盲区，那么雷达确实也不容易侦测到。再加上不排除西方有一些情报的支持，也就是说，无人机本身它飞行的航路的过程当中，事先已经规划好了避开或者大致避开俄罗斯的雷达网，那么也有可能获得较高概率的成功。乌克兰媒体称，俄罗斯的一座沃罗涅日 DM 战略预警雷达站在乌军无人机袭击后失去了功能。那白先生，这个雷达站如果真的失效，那么对俄罗斯的战略预警能力会构成多大影响？那么乌克兰为何选择攻击它呢？这一次被袭击的沃罗涅日 DM， 它实际上是2个雷达，两部雷达分别指向，一部是指向非洲到南欧方向，一部是指向这个土耳其到中东的方向。由此可见，这个雷达其实对俄乌冲突的影响极小。那么本质上，它并不是说乌克兰对这个雷达进行攻击，虽然说是由乌克兰方面进行，使用了葡萄牙的这个塔克瓦一款这种长航时的无人机啊，据说这个无人机大概，理论上讲最高速度大概100千米每小时，留空时间大概20小时，也就是理论讲2000公里的航程。但是实际操作层面，如果没有北约在这个过程中提供的相关的信息、提供的整个支持、提供的路径规划的话，乌克兰方面独立凭自己能力是没办法进行攻击的。但是我们说这个雷达实际上有一个情况，就是它是看天的。如果你见过这雷达，它是斜朝天上的。为什么？它的主要目标并不是说我们通常在战役战术层面所使用的弹道导弹这样的目标，它所看的目标实际上是来自于比如说美国的一些弹道导弹，就是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这个雷达本身对乌克兰有什么影响？没有多少影响。
有西方媒体透露，美国或暗中怂恿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预警雷达发动攻击。不过，有美国官员公开表态，对事件感到担忧，认为这会损害美俄间的战略稳定。那么，美国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邵女士对此如何分析？我觉得美国怂恿乌克兰去打俄罗斯的远程预警雷达，这个可能性呢是非常小的。那从美苏到美俄他们都是核大国。其实，在冷战时期，包括现在，他们对于怎么确保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怎么确保彼此核力量的安全、核威慑的有效，它是有一套很成熟的机制和做法的。那么，当年的美苏呢，都认为就是双方如果要开打的话，不能去打对方的核作战指挥系统，也不能打对方的预警雷达。这样的话呢，就不利于控制这个核战争的节奏、核战争的烈度。我觉得乌克兰之所以打俄罗斯的远程预警雷达，可能有2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要显示自己的能力，因为我们看到就是位于奥伦堡州的那个雷达——沃罗涅日雷达，它呢距离就是乌克兰大概是1800公里。那乌克兰的无人机能够飞这么远，还能够击中雷达，不仅说这个无人机的这个远程打击能力很厉害，关键是呢，它还可以突防，可以呢准确的击中目标。那么第2个呢，其实它要制造俄罗斯的一种不安全感。俄罗斯的雷达设计师们曾表示，如果一只老鼠能飞的话，沃罗涅日都能够锁定它。如今，它却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受损。那白先生，您认为这暴露出了俄军存在哪些方面的漏洞呢？对这个雷达本身来讲，如果乌克兰的无人机飞在，比如说8000米，那它可能看得很清楚，早就发现。但是乌克兰方面当然不会这么飞，乌克兰的无人机一定是低空甚至超低空贴地飞过来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俄罗斯现在把大多数的国土防空系统，那么集中到了俄乌前线，那么当然会使得包括沃罗涅日雷达在内的俄罗斯境内目标的防空反导出现很多的问题。而且我们说这个问题也不光是俄罗斯一个国家，反过来，如果美国类似雷达，它也不可能看到超低空目标。为什么？这个是受到它的技术的原因。当然，更可能的方式还是预警机，但是我们知道俄罗斯的预警机更多的现在还是在俄乌前线，所以俄罗斯国内的防空反导的问题，尤其是对这种超低空的来袭目标、大范围的态势感知能力，肯定是受到影响的。那么乌克兰对这个相关雷达站的攻击，理论上讲，有可能会迫使俄罗斯把一部分防空反导系统调回国内。近日，美国空军联合海军进行了一场名为“黑旗241”的演习，众多主力机型协同展开海上作战训练。演习期间，更大肆炒作其战术是模拟在亚太地区进行作战。那么，黑旗军演究竟演练了哪些新战法？如此大张旗鼓，有何意图？此外，美国不断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与存在，利用英勇盾牌、环太平洋军演拉帮结派，又是演给谁看？据美国国防军事视听网站5月28号报道，日前，美空军第53联队与海军第9空中测试与评估中队在埃格林空军基地联合展开了黑旗241演习。演习期间，美空军和海军的主力机型包括空军第53联队的 B-1B、B-2A、B-52H、F-16CD、F-22A、F-15EX。与海军第9空中测试与评估中队的 FA-18EF、EA-18G 和 F-35C 共同在夜间进行了海上作战训练。美军官表示，此次黑旗241演习的重点是在海上环境下进行联合战术整合演练，特别是对抗大国远程空对空杀伤链和电磁频谱作战。据报道，美空军每年都会举行2场黑旗军演。今年不仅规模扩大，还将加入计算机推演环节，计划于夏季在一所机密的虚拟战争中心综合体内举行为期5天的虚拟黑旗。值得指出的是，对于今年演习的目的，美空军第53联队毫不避讳地说，是针对亚太大国。美国战区栏目进一步报道称，虚拟黑旗将引入美国海军、陆军和太空军以及亚太盟友的军事能力，以模拟在亚太地区发生冲突时的复杂情况。最近这几年呢，美国大搞这个大国竞争，包括印太战略。那么这2个战略的重合点或者说聚焦点就在中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空军好、海军好，这几年无论是说发展武器装备，还是在搞作战概念或者进行演习演练，那么主要就是围绕中国进行。以前呢，他们还经常是遮遮掩掩，现在呢，也就毫不遮掩、毫不避讳，反而呢大肆的渲染。美国空军的彩旗系列军演共分红旗、绿旗、黑旗、蓝旗、银旗5种。黑旗军演是2020年底才设立的，其前身是内利斯基地第53联队第53测试与评估大队内部的大部队测试演习。众所周知，美空军最有名的演习是红旗军演，每年都在内利斯空军基地举行数次，将作战飞机分为红蓝两队进行对抗，由美军以及盟友编成蓝军与扮演假想敌的红军进行对抗。通过近似实战的空中对抗科目，检验美国及其盟友的空中作战能力。事实上，红旗军演已经早于黑旗军演在模拟太平洋海空大战。从2022年起，扮演敌军的美空军入侵者中队就开始在演习中使用模仿歼20涂装的美制5代机。而去年7月17号至8月4号举行的红旗233演习中，美空军空战司令部司令马克·凯利更是透露，演习的重点是模拟美军可能在太平洋遇到的远程海上作战场景。美动力网站当时还指出，为了模拟与亚太大国的冲突，演习不仅在内利斯空军基地附近的内陆空域举行，还在南加州沿海开辟了新的演习区域。美空军的 F-22隐身战机飞抵临近海上演习区域的圣迭戈市北岛海军航空站，与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一同参加演练科目。观察指出，如果说红旗军演是让飞行员像实战一样训练，黑旗军演则是像实战一样去模拟。黑旗军演更侧重于评估新兴能力和战术在多域作战场景中的适用性，以及关注未来2到3年内会出现的新战术、技术和程序及应对手段。比如这次虚拟黑旗军演，除了模拟复杂情况以外，还强调无人系统、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在未来战争中的应用。不过，美军至今都没有一款可投入实战的高超音速武器。在涉及高超音速武器方面，美空军只能使用以下马项目的数据进行模拟。美空军第53联队发言人莱霍斯基上校表示，他们将把3月份试射 AGM-183A 高超音速导弹的数据放到虚拟黑旗演习中，将以3月份在印太地区进行测试收集的数据作为基础。莱霍斯基上校这番言论很好地解释了美空军为何将 AGM-183A 最后一次试射要在西太进行。3月19号，一架 B-1H 战略轰炸机携带 AGM-183A 高超音速导弹从关岛起飞，并在太平洋上空进行了试射。美空军称测试取得了成功，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AGM-183A 是美国空军空射快速响应武器项目的直接产物，由洛马公司主导研发生产。美空军曾经表示，目标是在2022年9月以前装备这种新型导弹，并且具备早期作战能力。外界一度将其称为美国的蒸汽弹。然而 ，AGM-183A 却成为美国近年来试射失败最多的新型武器之一，曾于2021年4月、7月和12月，以及2022年6月、2023年3月5次试射失败。最离谱的是，有2次竟然因为导弹被脱离挂架而失败，纹丝不动地一直挂在 B-1H 的机翼上。去年3月，美空军宣布 AGM-183A 导弹项目下马，但计划内仍有2次飞行测试将继续展开，以搜集数据。这2次试射已经于去年8月19号和今年3月19号进行。分析指出，美空军 AGM-183A 之前都是在本土进行测试，最后一次特意选择在西太，显然是为在西太展开高超音速武器攻防做准备。今年3月份，他进行的这次试射呢，这是他最后一次试射。最后一次试射呢，他进行的这个各种数据的收集比较全面，包括他实验的这个科目，应该说也是比较充分，包括他打最大射程甚至有可能进行机动等等。而且呢，这次试射是有一定的战术背景的，因为当时他把这个导弹呢运到了是在这个
关岛，然后呢，轰炸机从关岛起飞，发射这枚导弹。那么这很显然，它有在这个太平洋地区使用这种导弹的这样一个战术背景。此外，从美国媒体报道的参演机型来看，美空军黑旗军演还尤为强调隐身与非隐身战机的联合作战。首次参演的 F-15EX 战机也备受关注。F-15EX 是 F-15鹰式战机的最新型号，用于填补美空军数量不足的缺口。据悉，由于 F-22战机早已停产 ，F-35战机又因延期交付，导致装备数量有限。日本共同社6月3号称，当天上午，隶属于日本航空自卫队三泽基地的2架 F-35A 隐身战机相继在青森机场紧急着陆，再次让 F-35系列战机频繁出事，引发外界高度关注。F-35研制以来问题不断，出现了严重的进度滞后和费用超标情况。即便交付之后，其生产线也一直存在各种返工、生产节点延期等现象，直接导致了战机交付延误、战备状态下降等问题。美国防务新闻网站透露，从去年7月以来，五角大楼就拒绝接收没有完成关键升级的 F-35。洛马公司只能将新生产下来的上百架 F-35堆放在工厂停机坪上，眼看就没有足够的停放空间了。美空军将加大对 F-15EX 的采购力度，未来将达到144架。F-15EX 的突出特点是载重大、航程远，最大载弹量13吨，比一些中型轰炸机载弹量还大。与 F-22、F-35配合作战时，可提供较强的火力支援。据报道 ，F-15EX 可挂载美国空军绝大部分机载弹药。其中，空战武器主要是 AIM-120中程空控导弹、AIM-9X 空中格斗弹。另外，通过对机身腹部外挂点的改造，该机还具备对超长重型弹药的挂载能力，可携带高超音速导弹。在强化载弹能力的同时 ，F-15EX 的其他性能也得到改进。F-15EX 配备了雷神技术公司研制的 AN/APG-82V1有源相控阵雷达，可远距离探测、跟踪多批次空地目标。那么它先进在哪里呢？首先是电子系统传感器，它使用了最新型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探测距离更远。座舱内呢实现了所谓的玻璃座舱，那么这样的可以大幅度提高飞行员的态势感知能力。采用全新的机体，包括发动机之后呢，它整个的寿命达到了12000小时以上。而且呢，它使用了这个电传操纵系统，所以呢，它的机动性、空战能力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另外呢，它的载弹量得到了提升。不过 ，F-15EX 优点突出，缺点同样明显。由于缺乏隐身性能，这使该机在面对现代化防空系统和对手的隐身战斗机时劣势明显，难以独立作战。此外 ，F-15EX 的采购单价超过1亿美元，多于 F-35的9000万美元。美智库专家曾指出，在未来战争中 ，F-15EX 或将成为昂贵的靶标。日前，美空军新一代 B-21突袭者轰炸机又传来新的动态。美空军发布了首张 B-21突袭者轰炸机试飞的照片。新照片显示 B-21正在进行测试，包括飞行测试和滑行测试，还展示了这款新飞机极少见到的正面全貌。这张照片显示的是 B-21存放在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机库里。美国爱德华兹空军基地5月22号发表声明称，自2022年12月2号首次公开亮相以来 ，B-21轰炸机一直在该基地进行飞行测试，飞行测试进展顺利。B-21轰炸机预计将于本世纪20年代中期服役，生产目标为至少100架。B-21由美国军工巨头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制，按照2023年价格计算，每架造价超过7亿美元。去年11月首次试飞。美国方面称 ，B-21是全球首款第6代军用机，它的外观与美空军现役 B-2隐身轰炸机相似，都为飞翼布局。诺格公司称 ，B-21采用了新一代隐身技术，采取开放系统架构，便于升级，可执行常规和核打击任务。有观察指出，近年来美军主导的联合军演大致可以分为2种，
一种是真真切切模拟军事冲突，比如美空军的黑旗军演；另一种则是以炫耀武力、展示盟友团结为主，拉帮结派搞大国对抗，比如即将举行的英勇盾牌、环太平洋等军演。从规模上来看，6月26号至8月2号举行的环太平洋军演是美国自2004年以来主导举行的最大规模多国海上联演。目前已确定将有来自29个国家的约38艘舰艇、4艘潜艇和170架飞机，约2.5万名人员参加。如此庞大的参演规模，足以显示出美国隐藏着深层次的战略意图和地缘政治考量。外界分析认为，美国希望通过这次军演向外界展示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实力和影响力，以此震慑潜在对手，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这次环太平洋军演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紧张加剧。实际上呢，这2年美国经常拉帮结派，特别找一些小兄弟，找一些所谓的盟友盟国一起呢进行演习演练。它有2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演练的科目。越来越接近这种高强度作战的科目，而不是之前反海盗啊、人道主义救援，现在更强调进行高强度作战的这些科目，甚至包括一些实弹的演习演练，比如说击沉演习。那么释放的第2个信号呢，就是说，这实际上呢就是一种战略威慑。日前，美媒披露了美空军黑旗军演的最新情况，开篇就炒作这场军演公开摆出了为亚太潜在军事冲突做准备的姿态。那邵女士，您对于美空军黑旗军演有何观察呢？那么今年的黑旗军演呢，它有几个很重要的变化。比如说，它呢把其他的军兵种也纳入进来了。过去完全是美国空军自己在做。那今年呢，它把什么海军航空兵啊、什么海军呐、陆军呐、太空军呐都纳入到演习当中了。实际上就是演练在这个大洋的冲突当中怎么进行跨军兵种的一个作战。另外呢，就是还有它的盟友参加。所以这也反映出美国的一个思路，它所追求的是一个一体化威慑，不是单一的一种模式，单一的呢一种力量，而是把多种力量组合起来，包括整个美军的力量和它盟友的力量。那我觉得这是今年军演一个很大的不同。那么还有就是今年呢，它投入了F-15EX 这样一个新的装备，所以我觉得总的来看呢，黑旗演习呢，它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美国针对中国的一个未来作战模式的作战实验室。除了黑旗演习，美军更大规模的英勇盾牌环太军演也即将开演。那白先生，美国是如何通过举行各种军演来搞大国对抗、谋霸权的呢？环太这样的演习呢，更多的是为了说白了就是忽悠盟友嘛。你像今年的环太演习，大概29个国家和地区参与。40艘水面舰艇、3艘潜艇，大概25000名部队，15个国家和地区的陆军。那么这个规模比上一届啊，就是2022年那届要大一些。上一届大概是26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环太演习呢，搞了这么多年，美国方面的主要目的还是就是要把这些盟友跟伙伴更多的跟美国的战争机器捆绑到一块儿。今年环太演习的主题呢，美国人就叫伙伴、一体化跟准备。说白了就是要把这些西太平洋方面的盟友跟伙伴整合成一个作战体系，然后呢去跟中国进行大国竞争，这是美国人的目的。当然，美国人也丝毫不会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也会向他的盟友去演示一些技术啊，比如说美国海军这个涉及到网络作战相关技术的，像这个超越计划，那么都是今年环太演习的主要的演示的项目。